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7啊，不对呀，对不起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抱歉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河南水灾是中国制度性失败啊。那么河南水灾包括郑州、洛阳其他地方，现在目前外界关注的主要的焦点在郑州，因为从郑州流出来的各种信息最多所以大家关注郑州。其实不是其实这次发生水灾是基本上是大半个河南。那因为我昨天前天都因为我的腰患，所以没有直播本来应该昨天前天都应该进行报道。那么今天我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把这个直播做好。在直播之前呢，我要感谢网友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现在腰扎着这个腰带，然后热敷什么都有了所以大家请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尽量的完成我的工作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那我们可能今天的直播会时间短一点，有可能我做不了那么久，我不知道，我尽量的坚持，好吗？好，先说我们开始1975年，河南水库溃坝又叫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当时是因为台风引发了这个特大暴雨，导致这个板桥水库在内的62座水库溃堤事件，当时就淹死了超过26000人那么水灾引发的瘟疫和饥荒导致的死亡的人数达到了24万，是目前为止死亡人数最多的台风水灾事件。那么中共隐瞒了这件事情，隐瞒了几十年，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中共到现在没有正式的公布这个实情。直到1989年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这个中国历史大洪水，才披露了这件事情那么46年后的今天中共又来了一次，真实的情况不会让你知道。那么网友的这个转发这个朋友圈有一段话，这段话是这么说的，说大家都是有情感的中国人，天灾面前没有主义，只有道义，所以不要隔岸观火，阴阳怪气的这国怎定体问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后面是什么字但是我相信就是不要阴阳怪气的责问的意思多嘴一句，铁拳不会让社会有什么改变，但转发一次可以救人一命。这个话看上去好像有一点道理因为这个天灾当前嘛这个救人更重要更要紧，这话没有错。但是你想一下，如果1979年，如果当时就有人追究这个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让那些犯罪的狗官们付出代价，让作孽的中共面对政治后果，也许今年郑州的情况会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因为每次天灾面前，中共的制度性的失败都被掩盖，每次都敷衍过去，所以每次都发生同样的事情。实际上你看一下2003年的非典和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是没有区别的，中共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这个驻马店1975年发生的这件事情，跟今天发生在这个郑州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不是阴阳怪气，我们是怒火万丈，因为没有一个生命应该失去我们这2天在推特上面看到很多的视频，
我不想把这视频转到这里来给大家看，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到，能看到我们节目的就能看到这些视频。大家如果没有看到，上推特去搜一下。那么视频里面，一个被冲走的孩子和激流中拼命的父亲，我们看到视频里面那个在地铁里面发最后一个微信的女孩，心里充满了绝望。视频里面郑州5号线车厢里水位极凶等待救援当中的那些凝固的空气。视频里那些坐在汽车顶上等待救援的人。视频里激流中抓住绳子挣扎的妇女。视频里躺在冰冷月台水泥地上的尸体。视频里郑州不知名的水域打捞起来的尸体。视频里打救陷坑的人集体的陷落。视频里你可以看到广袤的农村死一般的寂静。这是谁在阴阳怪气？就是这些论调。什么论调？就是胡锡进和这些五毛们无耻的谎言。这才是阴阳怪气。中共有一个非常残忍而且无耻的规定。什么规定？在所有的媒体当中，每次发生任何事故，不公布死难者的名单。只有他不公布死难者的名单，就能逃脱追责，因为那个数据就无法核实。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设计的每个制度的背后都有非常险恶的用心。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河南水灾是制度性的失败？是因为如果你看到那些在城市的中心孤立无援的市民的求救，你就知道这不是个体生命的危机，这是这个国家的失败因为这种事情每次都是这样发生，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不仅仅是天灾，而是天灾之下的制度的失败。好，我们先来说灾情。灾情第一，从官方消息到目前我看看所有的这个官方的消息来源，所有的官方渠道都没有全面的灾情的报道，从新华社到中新社，从人民日报到当地的这个河南报业集团都没有全面的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灾情看到的灾情都是非常碎片化的消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官方的大河报报道，它是这样，它是从7月21号20时30分起，河南省水利厅将这个水旱灾害防御2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报道说是7月18号8时至21日2时，河南省部分地区普降暴雨、特大暴雨，最大点雨量叫荥阳环翠峪雨量站854毫米，尖岗818毫米，这个泗沟756毫米，重县期均超过5000年一遇，超过5000年一遇这是他说的。然后据气象预测，河南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全省已经发生区域性严重洪涝灾害，水库堤防工程出险多，防汛形势十分严峻这里面要讲一下5000年一遇这里面把这个河南省遇到的洪灾描述成为5000年一遇，显然这个5000年一遇是一个误导性的说法。多少年一遇主要是为了描述这个降雨或者是洪水的水位。那么因为其实无论是降雨也好，这个洪水水位也好，它其实都有一个衡量的具体的数值。你比如说降雨多少毫米那么洪水多少米
但只不过呢，这些具体的数值不能向你描述这个它的一个没有可比性没有为了增加可比性呢，它就用多少年一遇。多少年一遇是什么意思？它是用这个已有的这个水文资料啊，那么进行这个概率分析它的概率啊。百年一遇是什么意思？百年一遇就是一年当中发生率是1%，它其实描述的是概率，可能发生这种灾害的概率有多少？它的条件是什么？它的条件就是你要有这个水文数据啊，所以呢，你不管是气象数据、水文数据，你得有啊。那么百年一遇就是1%啊。那么，显然中国有没有1000年、5000年的水文数据？当然没有啊。那么5000年的水文数据，别说了，中国可能现在的水文数据可能不会超过100年。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其实是一种话术。这个话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降雨的程度放大到超出大家想象的地步啊，所以它叫5000年一遇。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啊。那么这是第二，第三，这个大雨是从7月18号开始下啊，下到20号，20号河南省全境。河南省境内有32座大中型水库全部超出警戒水位，情况非常的紧急，下了3天。那么，那其中郑州是什么呢？郑州是长庄水库，长庄水库到了7月20号上午10点半啊就有危险，怎么办？就开始泄洪。上午20号上午10点半开始泄洪，那么截止晚上的9点半啊，长庄水库实时水位是130.54米啊，那么超出汛限水位啊3.05米啊，距当天最高水位已经下降了70厘米。那么你看，从上午10点半泄洪泄到晚上的9点半啊。那么不到12个小时，11个小时只下降了70厘米啊。那么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个河南省台的一个董军，他在微博上是这么说，他说长庄水库出现险情，目前以每秒42立方米的流量向下泄放水。贾鲁河、熊耳河两岸100米，紧急疏散撤离。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已经赶赴长庄水库，长庄水库的水位比二七塔还高。大家知道二七塔是什么？二七纪念塔，郑州27大罢工的纪念塔还高。如果出事儿，会淹了郑州，好像现在没出事儿一样啊。今晚建议市民不要死睡，时刻关注紧急通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洛阳市引河滩拦水坝20号出现20米的决堤，河堤受损严重，拦水坝随时可能垮塌。按照中部战区命令，第83集团军工程防化旅紧急出动执行爆破分洪任务。没有说在哪里爆破，怎么爆破，不告诉大家，这就是中共干的事情。然后是郑州郭家嘴水库20号中午1点半溃堤，当局说已经通知转移，居民转移，但是其实他所谓的转移是什么？其实他们的转移就是让居民从1楼、2楼转移到3楼以上，现在要转移到10楼以上。那么你这栋楼如果有6楼的话，那你就飘着呗啊，就是这样。那么至此，保护郑州、洛阳的几个主要的水库，要么开闸泄洪，要么炸坝泄洪，就等于河南这2个主要的中心城市全部被洪水淹没。那么郑州其他的水库水坝的情况，我相信不会
比这两个情况好到哪里去。大家知道，中共的策略就是保卫大城市，小城市根本就是要牺牲掉啊。那么现在大城市已经保不住了，那小城市肯定被淹掉啊。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目前的信息的分析的情况是什么？第一个，郑州在2018年1月份宣布它的城市总体规划，宣布到2020年，就是去年，郑州将投入534亿建设海绵城市项目啊。那么规划191条涝水行泻通道啊，改造海绵公园和河岸两岸啊，这呱啦呱啦讲了很多啊，讲了很多。那么到2020年，郑州主城区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面积约占建成面积的22.5%，到2030年达到88.7%。啊，显然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洪水面前，海绵应该就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啊。中共的所有的工程都是这样啊，比如说建这个葛洲坝水电站的时候啊，说这个电价到时候电价会大幅下降啊，有没有下降？你看变成多少啊？所以他每次要搞一个工程，告诉你一个美好的图画，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马上这个打脸啊。第二，连续3天下大雨，郑州和其他的城市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洪水，所有的洪水报告都来自20号以后，20号当天，20号以后，这是第二。第三，郑州四面没有什么高山，地势平坦，因为就是中原大地没有太大的高山。那么如果发生大规模的降雨，理论上来说，就算是出现内涝，也不会出现市区这种湍急的洪水。我们在视频上看到郑州这个市区里面有非常急的急流把人冲走，很多人是被这急流冲走。我们看到的视频当中有很多人是在急流中被冲走啊。那么而且急流冲走带来很多的后遗症，比如说这个路面的塌陷啊等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急流？下雨嘛，从天上下下来，你水位是慢慢涨起来啊。如果你出现洪流，说什么就有洪水，洪水从哪里来？下雨肯定下雨不会产生洪水，洪水就是泄洪，水库泄洪。那么气象预报为什么水库会泄洪？理论上来说，你突降暴雨，水库水位上涨，你才需要泄洪，对吧？你泄洪泄了11个小时，水位才下降了70厘米，可见你水库容量是满的。那我们查了一下，河南省气象局几乎在1个星期之前就开始预测要大规模降雨。那如果1个星期之前就预测大规模降雨，河南这些水库为什么不早一点腾库？我们叫腾库，就是把这个水先放掉，等你下雨之后，你至少不会威胁这个水库水位上涨，你慢低会很危险。那显然，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洪灾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主要的问题就是水库的问题啊。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在网上看的一段话，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市民啊，他说的话，他说20号晚上9点，全公司员工都在公司，回不去家了，公交地铁全停，私家车全淹，唯一离家几百米的走了1/3又拐回来，水齐腰深，电线杆漏电拦住了啊！电线杆漏电，你想想看，这个什么情况？这个城市处于一个完全没有防备的状态啊！
虽然气象局已经提前1个星期预告了要发生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降雨，但是你可以看整个郑州、整个河南，从水库到城市运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你可以看，连这些都没有。然后6点有车的几个下去看了看，车排气管都淹了，彻底放弃回家了。市区大部分面临淹车淹人，交通被堵，临街门面进水，小区停水停电，人掉路上下水道。这个微信群里老家则是家被淹没了，老人孩子都站在屋顶上半天了，还在等待救援。这就是当时这个网友晚上9点，20号晚上9点的情况啊。我的看法是什么？我的看法是，真正的惨剧，我采访过水灾，真正的惨剧不在城市，城市大家都看着。其实中共是把所有的资源都堆在城市里，真正的惨剧发生在农村啊，农村什么都在农村发生，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农村都在发生，什么消息都传递不出来，而且大家都不关注，所以真正的惨剧在农村发生啊，农村正在发生比城市还要惨10倍以上的这个状况。那这里网上有一段话叫巩义市米河镇啊，他说当地这个信号塔被冲毁，通讯中断，停电，301国道被淹啊，这个洪水漫出河岸，整个镇子处于失联状态，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里面的人出不来是真的，外面的人进不去是胡扯。为什么？你有船就出得去啊，进得去啊，你没有船当然进不去。好，那我们就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叫国家，这是一个国家的失败。国家的失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国家的失败就是制度的失败啊，制度的失败。第一，我们讲一下动员啊，国家动员很重要。当一个社会、当一个国家、当一个城市、当一个省遇到一个冲击的时候，动员力量非常重要，因为你只有动员起来，你才能应对这种突变，突变才会有超出平时我们能够应对的范围，超出我们应对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需要动员。那么从18号到20号，也就是河南省发生最严重灾情的时候，从郑州到洛阳还有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发生，你都没有看到系统性的救援啊，系统性的救援当然是政府组织的系统性救援全部都没有发生。那么你看到的救援全部都是市民的自发的自救行为，政府没有出来干任何事情。从18号到20号，我看到一个非常简短的消息，说这个郑州市20号武警出动了150人去救援，这个数据是值得怀疑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他出来，他可能有些局部的出来，但是我不认为他出来。为什么？因为郑州市政府没有权力指挥郑州市的武警，体制一改之后，地方政府已经指挥不了武警，所以这是这几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原来武警是由地方政府指挥，把这个地方政府指挥武警的权力削掉之后呢，你可以看在现在各个地方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的时候，他基本上失去了调动支援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既不能指挥解放军，也不能指挥武警，要等到北京那边发命令他才能动，但北京那边会很慢。为什么？你看这次就是一样啊。那么所以我认为这150个人我是怀疑的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算他出了150个人有用吗？郑州是过千万的大城市，这个大城市整个城市被淹掉了，
一个过千万的大城市被淹掉了，你出150人什么情况？有点诚意好吗？啊，而且你自己都说了，这是5000年一遇，5000年一遇的大灾，这是个大灾害。你应该是郑州市动员吧，河南省动员吧，中共中央得动员吧，对吗？你怎么现在从18号到20号，你怎么不动员呢？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往回看，看我们当初在武汉疫情的时候，武汉是1月21号，2月21号封城，但是其实在我们在12月中，我们当时就已经开始讲，这个时候应该动员，国家应该进行国家动员，去解决这个城市的问题。如果你不国家动员的话，这当地已经没办法应对这种状况。事实上有没有动员？有，国家动员从什么时候开始？从23号开始，政治局常委会开的，政治局开完政治局会议开始动员，整整迟了1个月的时间，1个多月的时间。如果这个1个月多，如果提前1个月动员的话，武汉肺炎疫情不会传播到全中国，甚至当然更不可能传播到全世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这里，所以我为什么讲它是国家的失败，是制度性的失败，原因就在这里啊。一个没有动员能力，或者是一个不会动员的国家，整体上来说它是失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信息透明啊，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什么？就是信息透明啊，提供透明的信息，提供及时的信息，提供有效的信息啊，信息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运行的基础和条件啊。每个人根据他获得的信息采取应对的措施啊，每个机构根据他获得的公共信息采取行动。但是呢，现在问题来了，中共控制了媒体，控制了所有的媒体，全方位的控制了所有媒体，所以在中国信息不透明，信息不透明呢，这会影响整个社会对外部发生事件的回应啊。那你看一下，河南电视台在20号，所有的频道没有在报道暴雨和洪灾的消息，整个20号，好像整个河南省没有下雨一样，在播什么呢？播抗日神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央电视台在20号全力报道什么呢？全力报道欧洲水灾，用欧洲水灾来否定西方的社会制度。但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欧洲水灾出现灾情的都是莱茵河，我不记得是什么，它通常是河边的村庄发生的，它不是欧洲的水灾，并不是说它出现了内涝，不是的，它是因为出现了河水泛滥啊造成的，这跟我们看到的郑州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么郭德纲有一句话，我觉得在这讲非常的传神啊，这别人家的事啊，别人家的事儿往死里说都没事，自己家的事死了都要说没事，这就是中央电视台干的事情。当然我这里特别要提一个，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播音员啊，他们这不虽然他叫主持人，外界叫他主持人，其实电视台的编制他就一播音员，播音员叫什么？叫海霞。海霞自己是郑州人，他刚刚还在那讲啊，这怎么应对这个城市洪水啊，这个呢讲了一大堆，结果就是这样的情况啊。然后环球时报刚刚说，郑州市政府宣布即刻进入特大自然灾害一级战备状态，这是建国以来郑州首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人民日报20分钟之后就说，网传郑州进入特大自然灾害一级战备状态，经核实不实消息。说明什么？说明其实你想要的他都不给你，这就是中共。
你想要的东西他全部都不给你啊，他只按照他自己想要的来做啊。然后郑州发布是郑州市政府的市委市政府的公众号，说了一句这个无耻的话，他说暴雨虽然很大，但坚强乐观的郑州人民不怨天尤人，万众一心，积极抗汛。我们坚信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你说无耻到这个地步，他们在发布这样的信息，他没有告诉你哪里出了什么状况啊。然后还有一个中国军事网，中国军事网实际上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网啊。他说什么？说近连日来暴雨袭击绿城郑州，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举行221届学员毕业汇演，突遭大面积停电，数百名毕业学员点亮手机，现场高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为中国军人点赞。你见过这个世界上有比这个更厚颜无耻的人吗？郑州市区里面洪水泛滥，多少人在激流里翻滚求生，他们在唱这样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说有这么无耻的？然后我再读一段信息，我们这是在这个微博上的，我们在 KA31列车上，目前车上已经没有食物和水资源，物资很少，大部分人抢不到，有人跳窗出去，信号缺失，很多人一家没有吃饭了，车上有孕妇和孩子，真的没有办法了，希望大家看到帮忙转发一下，已经滞留31小时了，而且有山体滑坡发生，车外车内很不安全，希望大家看到能转发扩散出去，非常感谢。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败。你想一下，一辆列车被洪水拦在路上，你至少这个车上的工作人员要跟车站联系，整个车站要救整个铁路要救这辆车，而且如果他救不了，他要找地方政府帮助他救，有没有人去管？没有人管。你可以看到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如果发生洪灾，那如果有电线杆子倒塌，它可能出现什么？出现漏电现象，有没有人去处理这些？没有人处理，所以就会有人被电死。还有一些地方塌陷，有没有人处理？没有人处理。这是一辆没有人驾驶的车辆啊。那么我们说到举国体制，有网友说了2句话，我觉得足够反映这个举国体制。网友一说，在举国体制之下，原本解决这种突发状况是易如反掌啊。按照现在的社会配送能力，至少3个小时之内可以解决被困人员的饮食和保暖。然而，国非你国，这个国家不是你的国家，所以你的死活并不在官家关注的范围。举国体制是为了中共权贵利益设置的，说的非常到位。他要做到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但是他就不做，为什么？因为他不在乎啊，这不是你的国，叫国非你国啊，这个说的非常的到位。网友2这么说，他说郑州发生的事情就是武汉发生的事情，就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我鸡皮疙瘩出来。当灾难来临时，没有什么机构知道发生了什么，自己该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媒体知道什么可以报道，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上级，等他们一声令下。然而无所不能的上级此时还在做着强国梦，没有人敢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整个党国上上下下都像梦游一样。这件事情在去年夏天的这个大规模的洪水，整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水，一样发生。我们当时有个题目叫这是一个无人驾驶的巨轮，中国是一个无人驾驶的巨轮。为什么？它并不是完全是没有人驾驶，只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睡着了。好，最新公布，习近平发话了啊，
他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做好防汛救灾的工作，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秩序。他要求恢复生产秩序，扎实的做好这个受灾群众帮扶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他这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这个恢复生产秩序，还得帮我挣点钱啊。7月21号，所有都是发生在7月21号，就是在这个地铁5号线里面的人死掉了以后，他们才来啊。就是该淹死的，就是在水里泡着的，盯不住了死了，他们就来了。21号来了，你可以看到疫情也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啊。你比如说汶川救灾，所有的黄金救援时间过去了，再过去1天，再过去2天，他们才出现。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经常讲中国所谓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金字塔型的。金字塔型的举国体制，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所有的权力、所有的资源都往上集中。就是上面的人没发话，下面人不敢干活。特别是习近平之后，这种更明显、更确定，就是结果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最可笑的是什么啊？7月21号，财政部、应急部向这个河南省调集这个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000万调6000万，支援这个救灾工作。然后呢，财政部还下达这个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4000万。河南省是一个将近1亿的大省，基本上现在河南都在水灾当中，你给6000万什么鬼？什么意思？光郑州就是个过千万的大城市，就算郑州你给6000万都不够，何况整个河南省什么情况啊？就是说你一到老百姓这儿就很省，看见没？非常的省啊！他娘的去外面撒钱，那撒的都是美金，都是以亿为单位的美金，结果一到你看过亿人现在泡在水里，你现在才给6000万，什么情况？然后这里来了啊，这里截止21日15时，中部战区相继派出驻豫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应急力量5700人到21号15时，5700人出动5700舟船装备148台艘，在郑州、洛阳、新乡30多个险情投入救援。拜托，河南省这么大，你才出来5700人，而且才到了21号，你看这明显他就是把这时间放到21号，所以其实在20号整个的都没有动，但是你来晚了，你想想看，等你来，且不说我人员够不够的问题，5700人你到一个郑州市都不够了，还是整个河南省。而且你想想看，到21号15时什么情况？你才来救，人都死了。戈尔巴乔夫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形容苏共我觉得我在这里形容用一下。我今天是很生气，但是我气不起来，因为我的腰不大好所以我还是理性的批评吧。他说苏共，我觉得拿来形容中共是一模一样，每天都在无耻的说别人的坏话，不要脸的说自己好话，睁着眼睛说瞎话，还禁止别人说实话，这就是中共现在干的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非常抱歉，过去2天我们这个请假，我会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直播，恢复我的身体那谢谢每一位网友的这个关心和鼓励，我尽量的会安排好自己
谢谢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就是尽量的集中在今天的这个水灾的情况，好吗？啊，明谢一下啊。徐彦斌，谢谢啊。Vincent 陈，谢谢。果 p o n s e 谢谢。漫画拼图，谢谢。Kino 培，谢谢。Roger，谢谢。XRW，谢谢。Rigid 王，谢谢。毛，谢谢。Elizabeth New York，谢谢。Johnny Walker，谢谢。若草，谢谢。Alan 谢，谢谢。郝林，谢谢。Echo King，谢谢。柔毅，谢谢。Rocky 宋，谢谢。Helen，谢谢。Sandy 丁，谢谢。Pig Pack，谢谢。Vivian J，谢谢。情况，我在郑州，家住1楼，中午12点左右，院子里积水已经30公分，小区外部道路向小区内倒水，像瀑布一样。自家院子水已经出不去了，下水管道全满，前院像瀑布一样倒水，全家动员敲掉自家围墙，强行排水。前院找沙袋堵水，找沙袋的途中发现水库到处漏水。当天下午5点全部断水断电断网。今天雨停，出门查看道路，东西南北全部断裂，干枯多年的河道被雨水强行打开，造成路面断裂，是断裂，不仅仅是塌陷。OK， 说明水是从外面来，不是天上下雨水涨啊。观点：郑州是个平原城市，暴雨一般只会形成内涝，不会出现很多视频中的水流湍急的洪水。我没有证据，但是更倾向于是泄洪存在，是泄洪存在。郑州的这个叫什么庄啊？我刚才说的那个水就是在泄洪了。泄洪，我认为是泄洪造成的这个洪水。那么暴雨造成了郑州的内涝啊，这2件事情发生在同一个城市当中啊。观点：这种级别的降雨肯定可以预报出来，有偏差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偏差。问题是预报出来为什么不提前预警，让大家做好准备？无非是又维稳思维作祟。灾害来了再次发动宣传机器，鼓吹中共救灾有多厉害，分明是草菅人命。跟疫情处理一样，对灾害的意图，对人命的态度，中共的本性暴露无遗。显然是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政府既没有自己准备，也没有通知市民准备，也没有通知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准备，所以他们整个城市，其实不是整个郑州市，是整个河南省处于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虽然河南省气象局已经提前1个星期不断的在做预告，但是完全没有准备。情绪，河南防汛工作2月份他们还一直在吹嘘他们做好了准备，投巨资建设海绵城市，真是啪啪打脸。观点：不断重演的历史，不断遗忘的历史，在共产党的治理下不会有任何改变，精力和资源都集中在去办大事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和人权都是小事，我们的后代难有美好的生活。这里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国家的目标是什么？中共讲国家的目标是什么？中共讲的国家的目标就是人类生命共同体，那是中共领导人的宏伟的抱负，这是个国家的目标。人民是什么？人民是实现他的抱负的材料，或者叫耗材。观点：把苦难当正义来宣扬，把悲惨当坚强来布道，这是一种恶毒。恶毒有很多种，其中最为恶毒的就是赞美苦难。非常对，说得非常好。观点：75年河南水灾日降雨量破1000毫米，比这次大多了，连不到50年的数据都比不过，还百年前一遇。中共真的是不要，他说5000年一遇啊，真的是不要脸啊！情绪愿王老师身体安康，
9年前的今天，在北京房山大洪水漫灌之前，死里逃生回到室内，路上也是趟着膝盖高的积水回到家。那时的场景到现在仍历历在目。透过雨水击打的车窗，城市的基础设施与管理治理水平和新闻里说的国际化大都市是一种莫大的反讽。我刚才在节目当中没有展开讲，你说到这里呢，我就讲一下啊。我采访过华东水灾，我也采访过华南水灾。那么水灾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水灾是一种安静的谋杀。大家知道水灾它跟火灾不一样，火灾轰轰烈烈，哗，就是你就非常的激烈，水灾非常的安静，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发生？通过时间来发生，慢慢你的房子就塌掉啊，房子就是比如说农村，我说为什么我讲最悲惨的事情其实发生在农村，特别是北方的农村，北方农村更没办法抵挡。为什么？北方的农村它的房屋并不是拿来应对这种级别的水和雨的，所以北方干旱，所以这种房子根本经不住泡。那南方呢，雨水多，所以南方房子盖起来呢，还会考虑到雨水的问题，北方基本上没有。所以北方的这水，你别说泡3天，别说泡个3、5天，你泡个2、3天可能就塌了。这种房子是非常的不经泡。所以呢，你看水灾发生的情况就是一不小心你的房子就塌了，你本来你从2楼跑到3楼，从1楼跑到2楼，或者跑到楼屋顶去逃，但是如果你没有人来救援的话，最后的房子塌了，你就泡到水里，泡到水里时间一长，这个生命就没有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周围有很多这个死的牲畜啊，家禽啊，这个水就不能喝了，因为水里面有毒，因为有死的尸体，所以你就泡到水里的话，你可能会脱水而死，因为你不能喝那个水。如果你喝了那个水，那也会有问题，所以就是一样的问题。所以其实你给大家忽略的最广袤的农村，它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是，救援是先去救援城市，等城市救援搞完之后再去农村，那边的人已经不行了。所以水灾就是一个，我就说静默的谋杀。水灾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我当时我在华南水灾，我在北江大堤，我租辆出租车从北江大堤往这个灾区走，因为我要去现场。水呢就漫过大堤，但是漫过的不是特别多，你看不清楚。其实你看不清楚，水流你看，大部分情况下看不清楚。然后我们就涉水而过，因为水感觉不是很深，所以前面在走，我们也往前走。我跟司机讲，我说我们跟着前面车要停我们就停。那司机说好，那我们就往前走。走到大概1/3吧，前面是辆吉普车，我们大概离它有10米，就翻下去了，翻到这边去了，人就一下就不见了。我们的司机赶紧停下来往回走，就没有再往前走。然后我们到里面去怎么进去的呢？租船才到市区，再到里面去，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两边你就能看到尸体，各种尸体啊，猪啊、牛啊、人啊，各种尸体。然后就非常的安静，整个的区域非常的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大太阳，这就是灾区，洪灾的灾区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慢慢的，你就发现，再晒几天，然后这个水就全部都污染，就这样啊。情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发布个天佑中华，再发个一线救援的感动故事，最后归功一党有效指挥和科学治理，从来不见反思。中共就是这么不要脸。我经常觉得很可笑，
一说什么天佑哪，今天我看见什么天佑河南，可怎么天佑河南呢？天没有帮河南，天也不佑郑州，下这么大雨还天佑河南。本来是人定胜天嘛，共产党一上来就讲人定胜天，怎么又天佑河南呢？你应该自己去把这事情给办了，对吗？怎么天佑，这太不要脸了。就是你一看共产党，就是刚才就郭德纲说的非常到位。郭德纲的一句话跟这个戈尔巴乔夫这两句话说的非常的到位啊，就把共产党的这种完全没有底线、这种不要脸的行为，这非常传神。秦绪近几年每一次大水灾几乎都和上游水库泄洪有关，他们不愿意提前腾库，应该还是不愿意损失发电收入，然后洪峰到达的时候又突然泄洪保堤啊，保坝罔顾人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刚才的国非你国啊，这个国家不是你的国家。情绪网上看到的视频实在是太心疼。再往后想想，除了死伤的民众，水退之后有多少人遭到重大财产损失？道路、排水系统、电力系统、城市基础设施都要大规模的修复。接下来还有可能有公共卫生问题，受影响的民众心理健康也需要关注。然而这一切都不会被中共重视，他们只会趁此高歌各种感人故事，人间炼狱何时了，实在令人心寒。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尸体真的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特别是我听到那个一个小女孩在发出来的那个微信，说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最后一个微信。哦，我听了我觉得我觉得世界上有比这个声音更凄惨的吗？虽然他的声音非常的平静，他说我手机快没电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个微信啊，就是这样啊。情况很多农村地势低，一下雨就停电，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根本没有什么通讯工具，老年人只能眼巴巴的听天由命，是这样啊。情绪中共动员救灾能力很差，但动员屠杀人民镇压的能力很好，这正是系统性的失败。你想一下，每次他强拆的时候，上来就几千上百人，成千上百人。习近平去视察现场，上来就是过万人，武警保安上万人保安。习近平视察点要过万人，他动员能力一点都不差，他只是不为你动员而已，他的动员能力很强，他只是不为你动员而已。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得等习近平睡醒了才去报告，习近平点了头，底下人才开始干活，所以才会有动起来。其他人在他点头之前谁都不敢动，不敢动有什么用？就这样的鬼啊！观点，谢谢王老师的良心报道。看到那些视频，人都是被水冲走的。如果他们被提前预告，不可能将自己置于如此危险之地。暴雨是个过程，泄洪才是顷刻之间，天灾还是人祸一想便知。讽刺的是，这些场景里都是标志着现代化的林立的高楼大厦和象征着现代速度的地铁。所谓的安全感都是假象。其实在中国没有人是安全的，因为你想一下，刚才那个在微信朋友圈传的那段话语，其实他很清楚，铁拳不知道什么时候砸到你头上，所以没有人是安全的，或者说我们是在豁然率之下存在，这才是本质。你想，如果被砸到的是豁然率的话，那意味着什么？你存在也是豁然率，对吗？观点，在党国持续不断的打击民间自发组织几十年之后，如今中国底层原子化已经不争的事实。另外，由于丛林法则盛行多年，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信任，所以基层组织能力几乎为零。一旦发生大灾害，
都在等着党国来救。而当党国官员需要不断请示上层才能行动的时候，那么类似郑州、武汉这样的悲剧几乎不可避免。非常正确。你可以看一下郑州，我看推特上面有段话讲什么？讲郑州有个什么饮料厂仓库被洪水冲垮，饮品就冲出来，然后当地人就在那拿着饮品，这就是当地的情况。情绪在北京央企工作，第一时间感觉倾泻的洪水，宣传因为降雨量太大不符合常理。同部门同事父母生活在郑州，当他在描述家里如何受灾，父母只能短暂联系，生死未卜时，我想他们在当地询问他当地具体什么情况，怎么会突然水突然下来，人来不及逃跑，怎么会把人冲走？他却完全重复媒体的宣传，几千年一遇，20号多少毫米，一天下了将近1年的雨量等等。我实在不知道该同情他还是他的家人，还是为他们感到可悲。情况，我父母在郑州，我在加拿大，从北美当地时间20号上午4点开始就难以入睡，一直在刷最新消息，向国内的亲友询问是否平安。好在父母都平安，而这次河南降雨到如今能有全国范围的宣传，我猜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次降雨所谓的降雨量刷新记录，好像不再是他们所能应付的，也不再是谁的错。于是，所有的新闻报道，从民众自救的更新，慢慢变成了解释什么是千年一遇的降雨量，变成了肉麻的感动教育，可悲。没有千年一遇，100年一遇都没有。中国没有那么长时间的气象资料，没有那么长时间的气象资料，你怎么上来？你怎么100年一遇的？你怎么能够制定一个100年一遇的这个说法呢？请你想一下，75年就发生过一次，这个大暴雨，那次的降雨量比这次还大。75年到现在才多少年？你怎么能说千年一遇，100年一遇都算不上好吗？情绪河南水灾让我想起2012年北京721水灾，想起那天晚上广渠门下积水失去生命的丁先生，2个多小时没有救援，领导到现场花了10多分钟，也想起当年南方都市报对遇难者的报道专栏在最后时刻被换成纪念领导的英雄事迹一样的。你想想看在这个叫什么那个涵洞里面可以淹死人，在地铁里面可以淹死人，中共治下哪儿都可以死人情况亲历9年前北京的721暴雨，最后报死77，当时媒体还贴出来亡者的姓名和情况，其实远不止这个数目。我家位于重灾区，隔壁小区就有几个淹死在自家地库，但没有报。这么多年过去了，北京的地下水道依旧恶劣，下个雨就积水。观点：作为轨道安全专业从业者，我得说，郑州地铁公司对洪水的应急培训有问题。一旦水进入地铁，必须马上疏散乘客。当然，这是常识不需要安全专业就知道，当一有水进来，马上就要疏散乘客。你怎么让他在里面等着呢？你救不到怎么办？对吗？你有没有人救？你有没有力量救？你让他们在里面等着。观点：台湾曾经发生过水淹捷运的情况，从那次情况发生之后，台湾各地在捷运新建时都特别注意这个情况。中国发生洪水地铁已经不止一次，而是几十次、上百次，但是这次一样淹了，还淹死无数人。就这种政府，有人歌功颂德，全是吃着人血馒头的混账。情况坐标郑州，昨天小区路面积水已经有1米，水从市政路面涌向小区，平常的城管、警察、环保通通消失了。个人认为是水库决堤的，它就没有水库没有决堤，它就开闸泄水。
开闸泄洪啊。观点开视频，很多人在急流下过马路被冲走，本质原因还是政府做的不够，给大家提供针对性的避难场所不够，有预报的情况下还开地铁，实在无法理解。情况2013年内蒙某水库放水几个小时，淹没下游的牧民跟畜群，可怜那些牧民生活根本没有下雨，只是春天上山的雪融化，水库存水为了卖钱，但太多了怕决堤就放水。提问：中国人总爱说听天由命，这种论调应该是无为自然的道家思想，但现在更像是放弃抵抗的消极对待。请问王老师，这种认命的思维方式是从封建王朝留下来的谎言，还是中共有意洗脑？听天由命，我们从小就批判这句话，听天由命叫人定胜天，我们从小的教育叫人定胜天。那么这2年是不是总爱说听天由命？我听的不多啊。听天由命怎么说呢？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处境，然后根据自己的处境采取一个总体的策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我是个奴隶，我该怎么安身立命？我是个奴隶主，我怎么安身立命？我是个穷书生，我怎么安身立命？我是个达官贵人，我怎么安身立命？但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处境来判断和应对这是中国人最强调的一点。那么是不是封建王朝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好说，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听天由命，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提问：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者都担心死后留骂名，为什么共产党犯了这么多错误，还是不愿意改正？请问王老师，难道中共不怕身后骂名吗？中共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他没有身后，他死了就是变成一把灰，所以他无所谓。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共不肯认错的原因是他只要认错，他就丢掉了政权。为什么？他的不是错，他的是犯罪，对中国人民的犯罪。你想想看，中共建政，我们不说1949年以前，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共犯了多少罪？不是犯错，是犯罪，对人民犯的罪。他能认吗？他不能认，他认了就会怎么样？他认了就下台。中共除了权力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他就不认错提问：请问王老师，当我们看到网络上部分被洗得很彻底的中国人发言时，该怎么避免被那些粉红发言影响？我们该用什么方法避免被那些语言激怒到失去人性我的做法呢？我讲讲我的做法。我在网上看见小粉红在那儿这个，通常在我的帖子下面留言，我通常的做法就是拉黑。我给大家的建议也就是拉黑，而且我看见别人说，哎，这个人是个五毛当然那个人是我信任的人我也会拉黑就基本上就这样。大家去拉黑这些粉红，不理睬他，不跟他转发，不去反驳他，忽略他，这是对他最大的惩罚。所以这最好的办法就是拉黑情绪第一次赶上直播，非常喜欢王老师的节目，对您坚持不懈的努力，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表示感谢和尊敬。因人在墙内无法捐款，只能精神上支持。希望这次河南人民能多醒来一些，希望人民不要只有经历过这样的苦难才会懂得思考。希望王老师的节目越做越好，谢谢。观点：王老师穿 T 恤直播也很好，以后可以穿舒服点的衣服，买个升降桌对腰部有帮助。我的桌子我们这个桌子早就是升降桌了。我其实不完全是久坐的问题，我现在基本上有一半时间是站着的。
可能还是跟疲劳有关系啊，我还是要多锻炼。我现在也有锻炼，只是没来得及，没赶上啊。明谢 Jenny 唐，谢谢啊，陆勋元，谢谢打狗人，谢谢 Wendy H， 谢谢艾米露，谢谢刘艳，谢谢 Melody 张，谢谢。作为在东岸的河南人，昨天早上开始看到更新和情况的恶化，非常揪心，却深感无力。感谢王先生的这期节目，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另外，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从这一期开始，我会早早的把这个节目发上去啊。发上去呢，就我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会发上去，大家会提前收到通知，就是在我发通知之前，我就已经会发上去，好吧？我跟大家说一声啊，谢谢大家，谢谢。